大家好，我是大伟。想要心脏功能变得更加强壮，有一个动作你就一定要知道。这个动作的名字叫做超慢跑。超慢跑这个动作不仅仅你可以居家就可以锻炼它，同时呢，每天3到10分钟左右的一个训练，不仅可以加快你的身体的循环代谢，还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心脏，让它的泵血功能变得更加强大。今天我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学习以后每天都跟着我去练一遍。同时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动作。现在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超慢跑这个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非常的简单的。我做慢一点给大家看。看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它其实里面暗藏玄机并不简单。因为你要知道，每个动作当中都有很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你做的好不好，就决定了这个动作对你的帮助大不大。那么我们做这个超慢跑的时候有哪些细节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看这个脚，你一定要是我们的脚趾压在地面上。你看我这个脚是立起来的，大家可以看我的脚的角度是立起来的一个角度。那么如果我在做的时候是这样的。大家看，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就是错误的，因为它脚没有立起来，看到没有没有立起来，一定要让脚给立起来脚大拇指狠狠的点在地面上每次换脚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你的这个脚趾有一个力量的过渡，这个呢是锻炼到我们的脚趾的非常的有用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刚开始就慢慢练习。左右全部给它做好换个方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做好，然后把胸给抬起来，小腹收紧当你在左右换脚这个力量过渡的时候，你感觉到我们这个换脚的时候比较平顺了不会出现这个换脚的时候东倒西歪的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动作它其实已经完成一半了，然后我们开始要把这个速度给加快这个动作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动作它其实不仅仅它是一个运动，而且呢它能把我们这个腿部的一个肌肉完全的锻炼到。你不要以为就是在做的时候看似很轻松，你按照我的要求把这个脚尖点地，使劲的去压，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做起来还真的是蛮累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去做。每天3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一般你做上一个1分钟左右，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心率大概就在110左右，然后你慢慢的去持续的做，你的心率就会维持在大概在1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心跳速度，然后你每天去做上一个3分钟到5分钟左右的一个训练这样的一个量呢，就基本上满足了你一天的一个训练量。同时呢，做完以后你会发现全身发热温度上升，整个身体非常的舒服，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小腿这里还会有一些酸酸溜溜的感觉，都是正常的。好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就分享给大家了，希望大家把这个动作记下来，每天跟着我去做一做。同时感觉对你有帮助的，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不好的，经常感觉腿上面经络不通，气血不畅，而且感觉脚底走路没有劲的。今天我要教给你一个道家非常厉害的动作，这个动作叫做下劲踢，非常实用也非常简单，可以快速的疏通我们腿上面的经络。做完这个动作你就会很神奇的发现走起路来是轻飘飘的，非常的轻松，而且有一种气血直冲脚底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把腿上的经络给打通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所以呢，跟着我做完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那就可惜大了。好了，现在我们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给大家先演示一下我们先把腿盘起来，脚尖勾起来，快速的向下踢你看2、3、4这里呢，我们把动作拆解开来，讲一下细节。你不看细节的话，你这个动作永远做起来没有那么的好。我们首先腿一定要是什么呢？往上抬，同时脚尖往上勾，然后呢，快速的吐气收小腹，把我们的腿你看做个慢动作，旋转着往下去踢，同时脚尖下压。你看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包含着这么多的步骤。我们做的时候刚开始练习，一定要旁边有一堵墙，用手扶着这个墙，然后快速的你看提腿吐气来2、3、4、5、6快速有力的下踢。
这个动作啊，不仅打开我们的经络，同时啊，在这个力量的冲击之下，促进我们的整个气血的一个循环，包括拉开我们整个膝关节的一个间隙。所以呢，如果你的膝关节啊感觉不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动作啊进行多次反复的练习。我们在做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手啊放在我们的髋部啊，我把裤子提一些啊，手放在髋部，然后往下轻轻的提。来感受一下啊，这个手这个力量传上来的感觉，包括我们的腹部，你能感觉到这个力量的震动感啊。其实这些力量是在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你的做完以后，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脚底啊非常的充盈，然后再走走路，发现这个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啊。这个动作啊是练习我们腿部必备的一个好动作。现在咱们再拿左腿啊练习一下，同样的抬腿勾脚尖，吐气。腿内旋，脚尖下压啊！记住这个步骤，来走吐，啊，就这样去做。我们反复多做几次，换不同的角度啊，给大家演示。你看，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在往下踹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脚啊不能踹太远啊，就是说你不能往前面去踹，一定是什么呢？你要往你的下方啊，大概你往踹的点是在我们脚前一点啊，就是说往下方去踹，这样的话呢，你气血才能好好往下涌。有些朋友啊，他踢的比较高，是什么意思呢？他踢起来以后往前，应该往前，这样就不行啊。我们一定要往下啊，这个方向也非常重要。好了，这就是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啊，下劲踢。腿脚不好的朋友们，刚开始啊，一定要记住安全非常重要啊，手扶着墙去练这个动作。慢慢的掌握了这个动作精髓了以后，我们手啊可以放开来啊，逐渐啊去练这个动作。好了，我是大伟，今天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一波，感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功。在这里啊，可以帮助我们男同志啊提高肾阳之气，强壮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强壮啊，信心越来越足。今天啊，我们来讲一件事啊，很多男同志啊，他感觉自己的一个局部的供血能力啊下降啊，是要不然呢，就是感觉啊不够坚挺，要不然呢，就是感觉自己的耐力下降，或者啊敏感度啊太高了。这个时候啊，其实有一个方法啊，锻炼可以让我们的肾阳之气啊快速的被激发出来，同时打开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气血通道。这个气血通道对每个男同志来说啊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来把这个方法啊分享给大家。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说男人有2个点很重要，第一个啊就是位于我们腰背后面的肾腧啊。这个点呢，可以说是我们很多男同志的一个命脉。但凡我们的肾腧不通的，我们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啊，腰酸腿软啊，没有劲，同时啊，肾气不足。第2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八髎啊，这个位置啊太重要了啊！你要如果说出现一些，比如说经常感觉啊不好的啊一些问题，那么你去一些地方啊，它可能第一个选的位置啊就是八髎。这2个位置啊都是尤其的重要。今天我教大家怎么把这2个位置啊快速的打开，激发我们的肾阳之气。好了，我们讲第一个点啊，就是肾腧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手腕这个点啊去敲击它，每天敲击99下就能够激发我们的肾阳之气。怎么去敲击呢？你看啊，我们手这样去扣着啊，双手交叉扣着啊，你看，把手放在我们的后背处。然后我们踮脚抬手撞击啊，就这样轻轻的敲打啊，1、2，从后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手扣紧的，1、2、3、4、5、6、7啊，就这样去做，反反复复的，咱们去做一个99下，就这样去做。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关节打不开，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们直接啊就拿手腕去做，双手靠后，你看，1、2。啊，后面看一下，3、4、5、6、7、8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撞的时候啊不要太用力啊，大概在3成力左右啊。撞完以后啊，要感觉小腹里面啊热热的，这个时候啊，你的肾阳之气啊就被激发出来了。好，第一个点做完了以后，我们第2个点就是我们的八髎啊这一块。八髎在哪里呢？就是在于我们的这个整个底下关节处啊，手往这儿一放啊，你看。就能摸到八髎这一块啊，面积非常大，有这么大啊，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啊，是需要往上下去搓啊，来回上下的去搓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啊？就这样去搓揉，
快速的去搓揉，一定要把它搓热了啊。同时呢，我们另一个手不是空着了吗？我们在于我们的这个肚脐下方这条线啊，把它搓揉开来。看，一个手是往下搓，一个手是横着搓，就这样快速的搓。正面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正面啊，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样做啊。一共做到多少下呢？我们可以做个100下到200下，一定要感觉这个小腹内深层发热啊，这个屁股发热。有些朋友啊，做着做着他就有反应就出来了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把这2个动作啊，你坚持去做上一个15天左右，你会发现啊，你明显的感觉自己的肾阳之气足了啊，变好了，变强壮了。好的，今天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这个动作啊，不要看它简单，但是实实在在的是非常管用的一套动作。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老汉回春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人啊，身体上面湿气一重，就会变得又虚又懒，而且身体啊还特别容易发胖，体质变弱。老古话说的非常好啊，叫做千寒易去，一湿难除。这个湿气啊，为什么难除呢？因为湿气啊是一直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不断的产生。湿气啊不仅仅和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和节气有关，而且呢还和我们的体质强弱有关。我们如果身体上面的湿气啊不及时的去除，那么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就会一直困扰着我们身体上面的健康。不仅仅啊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运化，而且还会使我们整个人变得懒惰、没有精神，身体上面虚弱发胖。其实咱们的身体上面藏着8个祛湿口，这8个祛湿口啊非常的重要。只要把这个8个祛湿口啊打开，那么湿气啊就会从这个祛湿口当中啊排出去，身体上面没有湿气了，就会变得清清爽爽，人啊会变得特别的轻松。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打开我们身体上面的8个祛湿口，让你的身体啊更加的好。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方法怎么去做。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啊，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从上至下依次来讲这8个祛湿大窝。第一个啊，当属我们的腋下。大家如果留心观察，会发现腋下是出汗最多的地方，可以说是我们排湿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同时呢，腋下穿行着大量的这个神经啊、血管，包括里面还有淋巴，所以呢，这个点啊非常重要。现在呢，我们手持2把经络拍啊，利用它的一个拍子的弹性去进行轻轻的击打，每一下2下啊，你看1、2、3、4、5、6、7、8啊。你看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这个手抬起来啊，把腋下完全暴露出来，同时用这个经络拍的这个弹性啊，你看轻轻的击打在上面，就这样啊，反复多次的啊，咱们就这样去做啊。一般来说，我们去数拍打个80下到100下啊，就这样去拍。拍起来的时候啊，有一些酸，有一些胀，有些朋友啊，因为长期堵着，所以这里呢拍起来它都会有一些疼。自己呢平常没事啊，也可以在这里啊揉一揉。如果你发现这里一摸起来特别的疼，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了，要把我们腋下的这个祛湿口啊及时的疏通。好了，腋下讲完了以后，第2个祛湿口是哪里呢？我们说手肘啊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个手肘啊，它也是一个窝，我们称之为肘窝。这个肘窝其实拍打起来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肘肘窝看暴露出来，手肘伸直，用拍子，你看啊，1、2、3、4、5、6、7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像缠腕啊，把这个手腕你看一旋，1、2、3啊，慢动作给大家看，我们就这样轻轻的拍打，很有节奏的。我们甚至啊做的时候，可以为了锻炼我们的腰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啊，你看旋转起来，给大家做个完整的演示。1、
2、3、4、5、6、7，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下敲的时候啊，都是让我的肘窝完全的暴露，身子呢，你看可以微微的往前倾一些啊，就这样去做，拍打起来啊，酸酸溜溜的啊，非常的舒服啊。这2个大窝你拍通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上身的经络啊也通了，而且手上的一个气血循环会变得更好，手上感觉微微的发热，是非常的舒服啊。第2个窝呢，就是我们的肘窝，也建议大家去拍上50下到100下。现在咱们来讲第3个窝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腹股沟啊，也就是说我们大腿根部，你看腿这样一折，你看这里啊有一个沟，咱们称之为腹股沟。这个腹股沟啊非常的重要啊，跟我们的这个腋窝啊可以说是在同一条线上面的，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啊这个腿脚不好，腿脚气血循环不好。包括着啊，它这里啊穿行着很多重要的一些血管，所以呢，我们这个里面啊一定要把它拍通啊。你看，我们做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我们的腹股沟啊完全的暴露出来。什么叫完全的暴露呢？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微微的，你看往外顶胯，同时把我们的脚尖，你看往外打开一些啊。你千万不能什么呢？把脚尖闭起来啊，然后呢，同时这个腰啊是弓着的，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这个沟啊给藏起来了。我们怎么把它打开呢？你看脚尖微微朝外，同时膝盖啊对着外面，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胯部啊往前顶一些啊，然后来看，1、2、3、4、5、6、7，啊，就这样去拍。这个拍起来的感觉啊是非常酸爽的，因为很多人啊长期久坐，导致了身体上面啊气血不循环，最容易堵着的点啊就是我们的腹股沟，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姿势啊把它摆好，然后呢胯往前一顶，我们就轻轻的这样去敲打啊，在敲打的时候啊，不仅啊锻炼了我们的手臂，同时啊把腹股沟拍通了以后，你会发现啊你的膝盖啊、你的脚底啊都会微微的发热。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通呢，我们的下肢的气血循环也就好了啊。我们就这样去拍，你看拍的时候啊，你看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省力，就是拍子敲击上去以后，你看一绕，你看手这样一绕，绕过来，第2下。第3下、第4下、第5下啊，拍子啊和我们的手去拍有本质性的区别。我们手去拍的话，它只能打到我们的皮，打不到里面深层的肉，开不了经络。但是拍子不一样，它这个啊做的非常的结实，所以呢，我们拍的时候啊，你看它的这个声音啊和包括这个击打感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建议大家啊准备2把拍子啊去做啊，效果更好。好了，最后一个窝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窝啊，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国窝啊，这个点啊，这个点啊，其实有一句话啊，叫做腰背委中求。咱们的国窝啊，也有一个重要的点叫委中啊，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其实很多人啊仔细去摸，它这里啊是凸出来的，有一根大筋在这里，而且呢，长期凸出来就会导致我们的下肢啊它会肿胀。啊，所以呢，我们去做我们国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大家从后背演示一下，这里呢是最难放松的，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正常用手做啊，我们容易把我们的膝盖怎么呢？一打膝盖就弯了啊，容易受伤。同时呢，这个在下面，我们自己做也不好做，用这个拍子就非常容易解决了。你看，我们这儿站直啊，轻轻松松啊，就把我们的肘啊给它拍通了。啊，你其实还可以顺带着什么呢？把我们的整个大腿后侧啊，你看拍个30下左右，慢慢往上移，再拍一个30下左右，慢慢往上移，把我们大腿后侧也给它拍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我们做的时候啊，因为咱们这个拍子它是有弹性的，所以呢，去拍的时候呢，只要轻轻的把我们的手腕，你看这样一抖。它就可以轻松的把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国窝给它拍通，非常的舒服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身体上面的去湿扒窝。每天坚持去训练，其实累积起来啊，不超过10分钟，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干干净净。同时呢，这8个窝打通了，你身体上面的气血循环也会变得更好，身体啊变得更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准备经络拍的时候啊，一定要准备2把。为什么呢？一把经络拍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没有办法编排出动作。但是2把经络拍不一样，咱们可以把它编排出更多的动作，从而达到既锻炼了身体，又疏通了经络，让身体啊更好，充分的发挥这个经络拍的一个价值。好了，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同时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啊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为。小腿啊被誉为咱们身体当中的第2颗心脏，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当你的小腿经络不通啊，气血回流受到影响，慢慢的我们的心脏功能也会受到其影响。为什么小腿是如此重要呢？其重要的就是它的结构啊，结构非常特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啊把脚尖往下压，踩地的时候往下压，我们大腿后侧啊隆起一块肌肉。这个肌肉的形状啊，如果你的皮脂比较少，能看出来它的肌肉形状啊是像个夹子一样。其实呢，在深层啊，它穿行的一根静脉啊，直接把气血啊输送到我们的心脏当中。当我们的腿部持续紧张啊，肌肉持续紧张，这个夹子啊就会影响到我们血液回流的一个输送。那同时呢，我们的心脏就会加大它的一个蹦动啊，加大它这个泵血能力啊，加大血压，让我们的气血能达到一个顺利的回流。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什么呢？啊，这个心脏啊，它这个压力太大，同时呢，我们下肢循环还非常不好。所以呢，很多人啊，他只要小腿一紧张，就会发现了这个腿上啊特别容易浮肿，而且呢，这个心脏啊只要一运动，就感觉啊特别的累啊。其实我们只要给小腿放松了，那么我们气血回流顺畅了，自然而然心脏的压力啊就下来了。今天啊，教给大家一套动作，这套动作啊不仅可以打开我们小腿的经络，放松肌肉，同时呢还能强大我们的心脏。这套动作非常好，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只要坚持跟着练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心脏功能越来越好。好，我们现在来讲动作。做动作之前，咱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这2把经络拍可以轻松的打开我们全身的经络，让身体不再堵，身体啊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强壮。这2把经络拍啊，居家备上2把，真的是非常的好。接下来我会用这2把经络拍来给大家演示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咱们第一个动作啊，就是把小腿的内外2侧肌肉给放松。那我们呢要做一个什么呢？啊，微微的往前迈上一步，然后重心啊微微的往后移一些啊，往后移一些，用我们的拍子，你看从下一直慢慢的敲打到上，甚至我们可以啊2个拍子再把我们的大腿后侧给它放松。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大家看啊，1、2。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啊，记住拍打的方向啊，就是一定要从小腿的外侧啊偏内一点点。大家看这个拍子的方向，然后去拍啊，从下到上给它拍啊。这个动作啊做起来，很多朋友啊感觉酸酸的、胀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啊走路，这个小腿啊是特别难放松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在拍的时候啊，有一些微微的酸酸胀胀的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从下到上，我们做一个10下，然后呢再换腿，你看一样的，你看站直，腿往前一迈，然后身体重心微微偏后一点点，开始，你看1、2，啊，就这样，很轻松，3、4，啊，拍上来啊，就这样，我们去做10下。那么做完以后呢，第2个动作啊也非常的简单，依然是围绕我们小腿啊，你看我们把腿啊分开，分开以后呢，脚尖一定要朝内啊，脚尖朝内。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个小腿，你看脚尖一朝内，直接就暴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这个点啊，你看本来是在这儿，你看小腿一朝内，直接暴露出来了。拍打在哪呢？我们小腿的中间这个点啊，你看。足跟和我们腘窝的中间一定要拍对地方啊，拍这个点。好，我们把腿分开，然后呢，
我们的身体啊微微的啊往前倾一点，你看，就这样去拍。从后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好啊。拍的时候是非常的舒服的啊。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它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脚底上面会发热，同时呢，你去踮一踮脚，走一走路，你会发现这个小腿啊就是轻飘飘的，非常的舒服。好了，第3个动作是什么呢？我们着重啊在于什么呢？强化我们的心脏，并且呢，让我们的小腿啊动静结合。什么叫动静结合呢？就是这个动作啊，既可以帮我们的小腿啊练习力量，同时呢还能够让它放松。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神奇，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你看，我们单腿站直，然后呢手从后绕，腿抬起来，1、2、3、4、5、6、7、8啊，就这样。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舒服啊！我可以变换不同的姿势给大家去演示啊，我可以朝外啊，你看，也可以朝前啊，就这样去锻炼。这个动作啊，在做的时候啊，一方面强化了我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脏啊泵血变得更好，锻炼我们的心脏；第二方面呢，打通我们小腿的经络啊，就这样动静结合，让我们的小腿啊变得更好。好了。这3个方法啊，大家每天啊去坚持练，每一个动作啊基础上面，我们正常啊是在30个到50下。做完以后啊，只要感觉到我们的小腿啊微微的发热，有一些发胀啊，同时呢足底啊有一些啊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动作啊你就做到位了。每天只要继续坚持，你的心脏啊就会越来越强大，同时啊你的小腿气血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到这里了。视频的最后啊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准备经络拍的时候啊，一定要准备2把。一把经络拍呢，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敲敲打打，它边排不出任何的动作。但是2把经络拍不一样，2把经络拍可以编排出更多的动作，强化我们的身体，疏通我们的经络。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腰椎专栏系列视频，用最科学的方法帮助你解决腰上面的困扰，让你的腰部啊更加有效的、长远的稳定而且轻松。那么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动作啊，这个动作的名字啊叫做拔腰术。顾名思义啊，就是拉开我们腰椎的间隙。有很多朋友啊腰椎不好啊，并且啊气血不通，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朋友呢去到一些康复的地方啊，就会去做牵引，就是躺在一个床上面，然后呢帮你固定好，把这个腰椎啊给拉开。每次牵引完以后啊，会发现腰部非常轻松。为什么呢？其原理啊，就是把腰椎啊拉开以后，释放了我们的神经空间，同时呢，让我们的气血啊它变得更加的容易流通。但是啊，重点来了，每次去啊，要不然就是距离太远，要不然就是价格比较高。所以很多朋友啊知道它虽然好，但是啊去的不多。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就厉害了，就是自己在家一个动作，你就能完成了整个腰椎的一个牵引。我们叫它拔腰术啊，非常简单、非常经典的一个动作。现在我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注意看啊，这个拔腰术怎么去做呢？我们要站立，同时呢，让我们的身体啊微微的出现什么呢？放松往前啊，微微的放松往前，手掌啊往下。往下压啊，你往下摸，你能摸到手掌触及到一个硬硬的骨骼，这个骨骼叫什么名字啊？叫做髂棘啊。这个髂棘啊，就是我们骨盆的一个边缘啊。我们手掌往下压，压到我们的一个骨盆，同时呢，把这个动作啊定住，让我们的胸啊往上去顶啊，手掌往下压，然后来吸气。身上往上顶，手往上压啊！大家注意看啊，侧面看，来吸气，好，吐气，吸，身上往上挺，手往下压，好，吐，吸，吐。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拉开我们腰椎的间隙呢？非常简单啊，原理。我们压着我们的骨骼是有一个向下的力，同时呢，我们在吸气的同时啊，它这个胸部的一个扩张会带动我们整个腰椎啊往上，
这么上下一形成，就把这个力啊集中在我们腰椎处了啊。所以呢，这上下一起去做，就形成了一个像拔河一样的，把我们的腰椎间隙给拉开。它是利用呼吸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们把动作摆好，来继续吸。好，挺胸往上拉，手往下摁。好，微微保持一会儿，吐。再来吐的时候就可以放松一下，再来吸。好，手往下压，虽然简单很柔和，但是啊，对于腰部的一个伸展是非常好。再来吐。好，就这样去做。做完5到6下，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你活动一下腰部，你会发现啊，这个腰部啊变得是非常的轻松。这个呢就叫做拔腰术啊，很简单的就把我们腰椎的间隙啊给拉开来。有很多朋友啊说，我做了以后感觉效果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你腰部可能周围的肌肉啊太紧了。如果说你感觉效果不太好的，我们就把这个腰部啊，你看手依然放在我们的髂肌，从前到后，你看。给它，你看这来回的这搓揉，侧面给大家看，来回的搓揉啊，你看就这样，从前到后啊，做1次啊，再来从前到后啊，我们做上5次以后，把腰部的这个筋膜啊给它放松开来，再去做，你会发现啊，你的感觉啊就有了。这个动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每天啊做一做，就能够很好的帮助腰椎打开间隙，让里面的气血流通啊变得更好，让里面的神经压力啊变得更小。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啊给视频点个赞，同时感谢大家观看腰椎专栏系列视频，我是大伟，谢谢大家。